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哥。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花里胡哨的国际新闻，咱们来聊一个大家都关心，但可能很多人都没真正看懂的问题，那就是美国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世界霸主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？您看现在的评论区关于美国衰落的争论，那真是能炒出个几百层楼来。一帮人说美国要完了，你看那 GDP 全是注水的。基建烂得像第三世界，火车脱轨了没人管，底特律都快成鬼城了，这还不叫衰落？可另一帮人说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人家军费9000多亿美金，全球第一，美元还是世界货币，芯片、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，哪一样不是全面领先？这叫衰落。其实啊，这两帮人说的都对，但也都不对。说美国衰落了，可它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，军事、科技、金融全方位碾压。可要说它没衰落，那你怎么解释70多万人睡大街？怎么解释4000多万人领食品券？怎么解释一个最普通的手术就能让一个中产家庭直接破产？所以，咱们今天要捅破的这层窗户纸，不是问美国衰落没衰落，而是要看清楚，美国到底是在哪条路上摔倒的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谁才是那个在背后推他下悬崖的第一推手？很多人觉得美国衰落是因为外部对手，是因为咱们发展太快了，错，大错特错。您仔细去翻翻历史，看看那条时间线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、极其诡异的现象。美国衰落最严重的这些年，恰恰不是他被别人打趴下的那些年，反而恰恰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手独霸全球的那30多年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按道理说没对手了，美国应该过得更滋润、更太平了吧？结果呢，贫富差距拉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，中产阶级被活生生掏空，制造业像大逃亡一样往外流，国债突破了38万亿美金，基础设施评分竟然只是个勉强及格，没人打你，你反而越过越差；有人打你的时候，你反而蒸蒸日上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这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。咱们得把话往回倒几十年，看看美国是怎么强大起来的。是因为他天天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吗？那是骗3岁小孩的鬼话。美国真正强大的那个黄金时代，恰恰是他最不自由的时候。谁干的？罗斯福。罗斯福在位期间干了什么？他那是拿着国家的铁拳，死死按住了资本的脑袋。他把富人的最高税率直接整到了94%，您没听错，是1块钱里要拿走9毛4。他强制收缴黄金，用国家力量疯狂搞基建、搞社会福利、扶持工会。他逼着那些傲慢的资本家必须把利润分给普通工人。在罗斯福之后的几十年里，一个普通美国蓝领工人1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一家人，住着带院子的房子，养着2条狗，这才是美国梦的底色。那时候贫富差距是最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有个苏联在那儿立着呢。戈瓦拉说过一句话，我希望大家能刻在脑子里，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，会提高你们的工资，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我们来过。那时候的美国精英阶层那是真害怕啊，害怕底层老百姓被另一种制度吸引过去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利，不得不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。但是这种好日子是怎么结束的呢？一个演员上场了，罗纳德·里根。1981年，里根带着一套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上台了。这名字听着挺高大上，其实逻辑简单的近乎弱智，就是给富人减税，让富人赚大钱。他们说富人有钱了就会投资开工厂，创造就业，财富就会像水一样从上面滴到下面，最后大家都受益。结果呢，水确实往下滴了，但滴的不是财富，是苦难。那些美国富人赚了钱，第一件事不是在国内开厂，而是把钱转到避税天堂，去华尔街搞金融投机，去海外找更廉价的劳动力。至于美国国内的工人，对不起，在资本眼里，你们只是成本，是负担。
里根干的最狠的一件事儿是系统性的摧毁了美国的工会。1981年，航空管制员工会罢工，里根直接下了死命令，48小时不回岗位，全部开除，1万多名专业人员一夜之间全部下岗。这事儿太恶劣了，它释放了一个致命的信号：总统和资本家站在一起，工会可以不复存在。从那以后，美国工人的议价权彻底崩了。40年间，美国的生产力增长了70%，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原地踏步。蛋糕做大了，但多出来的部分全被那一小撮顶层的人拿走了。如果说里根是开了个头，那克林顿就是把美国推下了悬崖。很多人觉得民主党是站在普通人这边的，那是你没看明白。1999年，克林顿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。这个法案是罗斯福时代为了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制定的，核心就是一句话：存钱的银行不许去炒股，投行的风险不许转嫁给普通储户。可华尔街说这过时了，我们要金融创新。克林顿二话不说就给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华尔街给了他数不清的竞选资金。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相，谁给钱多谁就是爷。法案一废，美国的金融系统就彻底变成了赌场，银行拿着老百姓的活命钱去玩各种花哨的衍生品。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全球跟着遭殃，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房子，养老金一夜蒸发。可那些制造危机的华尔街高管呢？他们不仅没坐牢，还拿着政府的救命钱发了几十亿的奖金。赚钱是他们私人的，亏钱是全社会的。这就是资本骑在国家头上的恶果。现在的美国已经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了，而是出现了一道冰冷的带血的斩杀线。这就是我今天要重点跟各位老铁讲的，也是最近网上很多人讨论的真相。在美国，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道看不见却摸得着的物理结界。你不信，去费城，去底特律看看，一条街之隔，这边是名牌大学，灯火璀璨，警察巡逻；那边就是破败不堪，毒品横行，木板封窗。这哪像是一个国家啊？这简直就是两套折叠的时空。咱们得把美国看成一个超大型的股份公司，白宫是前台，国会是董事会，那一小撮精英是高管，而普通老百姓就是那些随时可以被优化的耗材。在这个公司里，绩效考核非常简单粗暴。如果你不能为公司创造超额利润，那你就是低价值人口。你生病了，对不起，医院的门槛你跨不进去。你想自力更生，在自家后院种个菜，接点雨水喝，不好意思，违法的要罚款，要收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自己过日子，你必须成为资本链条上的一环。如果你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去领救济，那你的档案里就会被记下一笔低价值员工，这会影响你以后的就业、信用、贷款，让你永远翻不了身。这种分层，这种收割是极其精准、极其残忍的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当一个人被彻底斩杀、坠入底层后的命运。最近有个热词叫糖霜苹果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搜那些恐怖的画面，但咱们得知道那个逻辑。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，如果你借了高利贷还不上，如果你彻底失去了价值，你可能就会成为人体超市的一部分。你的头骨、你的脊椎、你的器官都会被明码标价。这听着像不像科幻电影？像不像那些表现社会末日的文学作品？可惜，这在当下的美国正在变成现实。为什么美国的大片里总喜欢拍下水道？为什么小丑里的世界那么压抑？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。美国的下水道里真的藏着无数被系统抛弃的灵魂。这些人曾经可能是优秀的黑客，出色的技工，勤奋的白领，但只要一次失业，一次重病，一次信用崩塌，他们就会被美式资本的巨轮无情地甩出去，碾得粉碎。这就是美国这家公司的真面目。它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和科技，但这繁荣是建立在对边缘群体蚕食的基础上的。现在美国的那些精英们开始甩锅了，
他们说美国的工作被中国人偷走了，美国的饭碗被移民抢走了。可咱们得问一句，把工厂搬到海外，压低工人工资，这不是你们美国资本家自己做的决定吗？你们赚够了利润，把烂摊子留给老百姓。现在反过来让底层人互相仇恨，互相撕咬，穷白人恨移民，黑人恨白人，左派恨右派，大家打得不可开交，却没几个人抬头看看是谁把整块蛋糕都端走了。罗马帝国不是被日耳曼人打败的，是被内部的腐败和内耗拖垮的。大英帝国也不是被对手击败的，是被自己那套不可持续的体系拖死的。今天的美国正走在同样的老路上，它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，最先进的芯片，但这些东西救不了一个从根子上已经烂掉的系统。罗斯福用了12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，让美国强大了半个世纪，而这群精英只用了40年就把它拆得七零八落。而且最讽刺的是，这群拆迁办的人还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去的。这大概就是美式民主最黑色幽默最荒诞的地方。咱们看美国，不能只看好莱坞的滤镜，也不能只看那几个科技巨头的财报，咱们得看那些在费城街头蹒跚的僵尸，看那些在贫民窟里挣扎的家庭，看那道冰冷的斩杀线。说到底，这个世界不需要另一个霸权，但这个世界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：一个国家如果他的精英阶层不再为他的普通人负责，如果他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零和博弈，那这个国家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，它的衰落都只是时间问题。咱们普通人没必要去盲目崇拜什么灯塔，也没必要去情绪化的咒骂。我们要做的是看清这背后的社会逻辑，看清资本逐利的真面目，用事实的美国去反对想象中的美国，用理性的思考去戳破那些糖衣炮弹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说的心里话。这世界在变，咱们的眼睛得放亮。美国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人性的贪婪，也是制度的缺陷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关于美国这道斩杀线，关于谁在掏空美利坚，您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一起交流。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